2月25号的时候 ，Big Joe 表示，以警方的角度来说，他认为 Dangmo 是被谋杀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也发现到了很多不寻常的地方。Big Joe 说，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有一个有名的雕刻家，当晚11点的时候打给他老婆，然后请求 Big Joe 帮忙。他知道后就马上让人去湄南河看一下。隔天的时候呢，就开始变成很混乱。所以他就打给当时的泰王皇家警察局副局长，说他觉得这个案件好像很乱，处理案件的程序也很奇怪，所以他就问副局长要不要他们自己亲自去看一下比较好。当下副局长并没有讲什么，可是隔天的时候呢，那个副局长就告诉他，你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好。而那个时候 Big Joe 只是一个助理警长，也没有权利，所以只能跟着命令，什么都不能做。结果直到今天3年了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他说没有被证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Dangmo 身上的泥沙必须拿去跟嫌疑人所声称 Dangmo 掉下河的位置做对比。如果检验了是一样的，那就证明那个地方确实是死亡地点；如果检验了不是，那就是证明嫌疑人撒谎。关于船，第一次就要检验得非常清楚，因为后续检验的第3、第4次都可能不可靠。他说很多部分都不够直接，就像收集证据，没有检查船上的人，只是检查死者，没有对船上的人进行酒精检验，没有检验船上的人的手机，这就已经不正常了。以他的经验来讲，他认为是有人命令他们做这个做那个，而下达命令的人是有人脉的人。无论是 Professor Bante 还有 Queen Ajaria 还是任何人， Big Joe 表示他很同情那些以公民身份站出来的人，因为国家警察局长和副局长都没有任何动静，只是把案件丢给 DSI。 他也表示，因为源头在于警方，是警方造成的，所以警方才是那个应该要揭开真相的人。2月26号的时候， Bang Jack 公开了3年前他和 Bert 的对话的其中一部分。他表示他只能适当的公开录音，因为他也需要给予 Bert 尊重。录音内容如下：我一直都很想问，身为他的伴侣，为什么你不出面帮他寻求公道？说实话，泰国人真的很愚蠢。这案件不管怎么结束，都是以意外窒息而亡来结束。那个开船的人告诉我，怎样在后面小便都不可能的，因为脚一直都是湿的。如果问我为什么不出面，我静静的，我也感到很伤心。可是如果我出面，我还要对抗很多事情，对抗很多人的想法，对抗很多人，对抗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对抗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泰国就是这样的。警方出来，警方就这样出来。我没有说任何东西，但是我看了新闻，我就觉得我退出吧。之后网民纷纷在 Bang Jack 的影片下留言：一个失败者从来没有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吗？或者你没有想过要为所爱之人尝试一些东西？或者你就是那种喜欢逃避问题的人，因为比较容易，像这样就要爱你自己更多。你会伤心是因为 Dangmo 还在的时候你很开心，但是现在你什么都没做，你更爱你自己。Dangmo 也不够重要到足以让你尝试。Bert 就好像在传达，不管你怎么对抗，你都会输，还是静静待着就好。你的逻辑真的很有缺陷，你要责怪的人不是泰国，而是那些警察还有调查案件的人。不出来对抗就等于接受失败，先对抗才会有机会为我们所爱之人寻求真相。找不到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不对抗，有点像是说那个女孩都死了，对抗也没用，还是坐着静静就好。总之那个人更爱他自己。Bert 必须停止懦弱，停止害怕，停止沮丧，来跟我们一起对抗。真的很让人失望。Dangmo 这样爱你，但是你能做的只有说这种话，真是糟透了。之后 Dr. Dawachai 也发布了大麻的资料，写着 Stoner 等于大麻。任何吸食的人都会静静坐着，晕眩，产生幻觉，坐着独自想象。Cannabinol 还有 THC 是大麻的活性成分，一些严重成瘾者会把它闻在身上。另一方面 Queen Ajaria 之前的官司中，判决书其中文件39第112页里面写着，检验结果显示物证6上发现了超过1个人的血迹和 DNA， 物证上的 DNA 是符合 Gatik 还有 Dangmo 的 DNA 的。审查报告时发现物证6是 Gatik 案发当时所穿的裙子，初步怀疑死者有可能不是从船上掉下来而死亡的。这些照片是案发当时 Dangmo 帮 Gatik 拍的。如果大家还记得3年前 Gatik 说裙子是 Dangmo 的，他们很常一起 share 着穿，裙子上的血迹是 Dangmo 的月经。虽然不懂会有几个人会相信这种鬼话，可是无论是照片还是影片里面，都完全没有看到所谓的红色染色区域。所以 Professor Bante 好奇为什么会被写进判决书里面，以及是怎么发生的。他说 Gatik 曾经在 Hong Kong 说过
Dangmo 是他的经济来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现阶段 Gartic 应该过得很辛苦，对吧？已经这么多年了，所以他们想要知道他过得如何，会辛苦吗？所以 NewsHour 的 admin 就去调查了一下 Gartic 的 IG， 而发现 Gartic 的 IG 从 private set 回了 public。从照片中发现他现在过得蛮好的，会 post 自己的身材照片，也成为了销售健康课程的老师，也有了新的另一半，而他也是一起销售健康产品的伙伴。同时他和 Easter 也很合得来。 Professor Bante 表示，以往 Gartic 只专注于孩子，现阶段 Gartic 有很好的生活，专注于食物、SPA、健康，应该没有过得很辛苦，而且还更加的 high class。他最近去了法院之后，看起来也非常开心。Professor Bante 表示，虽然3年过去了，依然是有朋友还在哭，他只能说他们的生活都不同。再来就是关于伤口 ，Professor Trin 已经把详细的报告传送给很多的外国专家了，有些专家也已经跟他表明非常抱歉，但是这个不是意外。另一件事情关于 Dangmo 的银行交易记录，从24号开始有少许的交易记录是 Apple、Netflix 这种 member subscription 费用自动扣除的交易，这都很正常。来到26号的时候，越来越奇怪，有人把钱转进来，而且不止一次，数目没有很大，像是1块钱、9块钱、14 cent、50 cent、2块钱、7块钱等等，全部都是从同一个户口转来的，次数多达27次。直到5月12号的时候，还向银行申请取消 SMS notification 的服务。Mr. Ig 表示有很多的可能性，他以一个 programmer 还有 banker 的经验来讲，第一种是使用这个手机来进行系统测试之后来做一些事情，第二种是这些转账记录可能是 secret code 的一种，让这些人以这种方式沟通。而据他所说，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是犯罪分子使用的其中一种方式。另一件事情是关于褐色衣服，记者突然问了船上有什么东西， Danakrit 表示船上有酒杯、褐色衣服还有红酒的瓶子。言论一出就变了大事情，因为案发当晚 Paul Robert Drop 穿了深色的衣服， Gartic 穿了粉色加上牛仔外套， Sam 穿了白色 T 恤还有牛仔裤，唯一穿着褐色衣服的人就只有 Dangmo。之后再次询问 Danakrit 的时候，他说衣服看上去不像是 Dangmo 在餐厅穿的，因为没有那么长，应该差不多只到腰的部分而已。可是他不懂是谁的。之后 Professor Bante 翻回之前的影片，发现了看是褐色布料的衣服在某个位置，可是不能确定是不是 Danakrit 所说的那个衣服。这个地方是靠近厕所的位置。他说3年前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他感谢 Danakrit 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之后也做了个对比图，问会不会是同一件衣服呢？因为如果是真的，那就代表 Dangmo 不见的时候没有穿上外套，可是尸体有穿这外套，有没有可能是之后穿上的？而之前在警方的报告里面写着船上有酒杯、酒瓶、救生衣等等等，就是没有写褐色的衣服。补充一点，通常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检验，所以都必须列明进报告里面。可是很出奇的，这个褐色的衣服就是没有写进报告里面。同一时间，警方物证报告里面也没有写 Dangmo 有穿鞋子，可是在法医报告里面却写着尸体以及粉色的鞋子一起被运送过来。当看回 X-ray 的照片的时候，确实发现鞋子和 Dangmo 的尸体是摆放在一起的。3月3号的时候 ，Magic 说有一个刑事新闻媒体人，他不认识 Dangmo， 也没有 Dangmo 的手机号码，但是这个人找到了 Dangmo 的手机号码，并且在案发当晚10点左右打给他。Magic 说这个人是关于刑事而不是明星，他打给 Dangmo 也就代表他知道 Dangmo 掉下河的消息。这个人跟警方很 close， 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早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警方会通知他。这个人跟泰国王家警察副司令很 close， 这个人也跟 Lawyer Desha 还有 Lawyer Doi 都很 close， 同时跟 Sam 也很 close， 常常一起去旅行或者一起吃饭。这个人也会在 Sam 接受访问的时候出现，告诉 Sam 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人也跟 Pinum 很 close， 可以直接进他的休息室找 Pinum 坐着聊天。他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大众面前，也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Magic 让这个人出面当证人说话，他可以不要在媒体面前出现，可以直接去 DSI。但是如果这个人不这么做的话， Magic 就会公布他的名字以及所有的资料，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可以低调这么久，也没有被拍到任何照片。另一方面 ，Bert 去了 DSI 协助调查。访问中，他表示很荣幸可以出来证明清白，还有履行职责。他已经把所有资料交给 DSI 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者重要的事情要询问，可以再找他。关于他跟 Dangmo 去 Phuket 的事情，他说有些人说他24号很匆忙从 Phuket 回来，他感到很困惑，因为真正的 timeline 是他们17号去 Phuket， 然后19号回 Bangkok。
他说 Dangmo 还有戏还没有拍完，类似是要在22还是23号拍的，他不记得具体的细节。另外 Dangmo 登船的前一天告诉他，明天他会登船，然后跟朋友吃饭。Bert 就问跟谁 ，Dangmo 就说跟 Kartik， 他也没有再多问了。登船当天，他准备好要出去之前 ，Bert 躺在床上 ，Dangmo 还走过去告诉他，亲爱的，我出门了哦，然后亲了他的脸，就像往常要出门拍戏的时候说再见而已。被问到 Dangmo 只是说 Kartik 的名字而已吗？还是还有其他人 ？Bert 表示他只是说跟 Kartik， 他就没有再问了。还有一件事情还要说，他不认识船上的任何人，他只认识 Kartik 一个人而已。他也跟 Kartik 不熟。有些人说他认识船上的人，船上的人认识他，他谁也不认识，也没有他们的手机号码，也没有跟他们说过话。还有一个叫 A 的人出来提供资料还是接受采访的，他看到了，他说他认识这个人，可是跟他不熟。Bert 只认识他一天，他解释他的好朋友叫 Not 认识 A， 是 A 的学弟。那天跟朋友和学弟出去玩车的时候，Not 就打给 A， 让他一起来玩车，是他自己去联系的，他并不认识 A， 他只是在那天见过 A， 然后互相打招呼，就这样而已，也没有联络过 A， 没有 Line， 什么都没有，他只跟 A 在那一次见过面。访问中可以看得出他情绪开始越来越不稳定，稍微有点激动加哽咽这样子。关于最后联系时间 ，Bert 说是在7点19分左右，内容大概就是问 Bert 吃饭了吗？他已经到餐厅了，要下船吃饭了，你在做什么 ？Bert 就说他有工作 ，Dangmo 就问为什么没有告诉他 ，Bert 说因为有可能今天会做这个，明天会做那个，他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意思是每一天都有不一定的工作，所以他自己也很难确定之类的吧。这时候黑色衣服的不懂在 Bert 后面跟他讲什么，好像一直要拉他走。后来记者又再次提问，相信这是意外吗 ？Bert 表示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被问到大众一直攻击 Bert， 他想要解释什么吗 ？Bert 希望大众看新闻，但是不要相信所有的新闻，应该想想分析，然后区分，就这样。走之前他还说了一句：“没人威胁他，他也不怕任何人。”此时此刻呢，黑衣男有被 Bert 的说辞吓到，但还是一直跟记者们说抱歉。本来以为访问结束了，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记者继续追问他不出来的原因，还是说他自己想要解释 ，Bert 就直接超激动的走回来。他说这3年他没有出来，他很受伤，很伤心。每个人有他们自己的感受，每个人都不一样，笔记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他非常抱歉，他有这种symptom，他感到很不舒服。当他看到新闻有人攻击他什么的，他只是想说每个人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他只能接受这么多，你只能接受这么多，另一个人只能接受这么多。就像是最近他只是根据自己的心做事，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心做事。他没有出来，别人让他出来，那个是跟随别人，但是他不出来，其实是跟随他自己。另一方面，主持人看了 Bert 的访问，认为 Bert 真的是有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观众要求 Professor Dong 也分析了 Bert 的行为。他说从影片上看来 ，Bert 是真的很伤心，他必须先说人的思想决定从出生到长大，直到现在成为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经历着不同的故事，所以让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的想法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有兄弟姐妹或者是家人一起长大，就算是双胞胎在同一个家庭下成长，为什么思想决定会不一样？因为是看你怎么在那个环境下成长。Bert 的状况，他相信从一开始就感到很压力、伤心、痛心，可能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加上 Bert 也说不相信是意外，这造成他更加伤心，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跟谁说，感觉只想待着。直到后来 DSI 对案件开始进行调查，才会有人民要求 Bert 提供资料给 DSI。才会导致他出来的时候说出这类的话。Professor Dong 表示，如果问 Bert 想出来吗，他可能也不想，因为那些痛苦依然存在，还是他心中的一道伤口。每个人被治愈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需要1到2年，有些人好几年，有些人伤口一辈子都还在，我们都看不到，因为是在那个人的心里。他也相信现阶段的状况会对 Bert 的伤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记者问 Kun Sompong，很多人都很困惑，在尸体那种状况下，为什么他会认得出 Dangmo 的脸？他说那是人类的本能。那个时候 Dangmo 掉下河对吗？那接下来会出现谁的尸体？那是10 million 之1的几率会出现另一个尸体，对吧？被记者问到他是 volunteer 吗？还是经常会帮助这种事情发生的？他说他不是 volunteer， 只是买了船，某天想要帮助社会，因为他有 equipment， 所以就去寻找。有时候就像人们所说的，从来没有买过彩票的人去买了彩票，结果中奖了，要他能怎样？结果大家就来批评他，没有人称赞他。接下来他告诉大家，要相信的人就相信，不相信的就不相信。他说他家有健身室，还有游泳池，他每天5点早上就醒了，他就走去健身室做正冥想，他每天都会去。
当他走着过去的时候，Tengmo突然类似闪过他的心，他当下就在想 Tengmo 在这里做么，所以当下他就说 Tengmo 你在这里做么？可是他没有回答。坤爽鹏就继续说，这样吧，今天中午我会开船去找你，如果你想要见到我，就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你。而他在出去之前，他问了他照顾的一个小孩子，他说你觉得要往哪里开？那小孩子就告诉他往左边吧，今天你肯定会见到他的。坤爽鹏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会这么说，可是还是跟着去了，最后真的在拉玛七桥那里找到 Tengmo。这个就是大家说他为什么那么快找到 Tengmo 的故事。被问到找到 Tengmo 用了多少时间，坤爽鹏表示不超过15分钟。他说今天来 DSI 之前，他就在想不要接受采访，因为朋友们说还是静静好了。可是 DSI 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吧，现在是最适当的时间，因为已经3年了，他都没有出现过在媒体面前。被问到当时寻找 Tengmo 的船还在吗？他表示卖掉了，因为他闷了。他说他是一个容易闷的人，他买的时候是4米连，卖的时候是3.5米连，之后又卖了第3手。他说他不懂第3手是谁，并且他是一个喜欢买卖的人，有时候早上买，晚上卖也有。Kun Ajaria 让记者问他，可以让他们检验那艘船吗？可是坤爽鹏说船已经不在他那里了，他也不知道第3手是谁。3月5号，普德去了 DSI 协助调查。访问中提到关于 Tengmo 在案发当晚10点21分回复 Anna 等一下这个句子。Anna 曾经说过 Tengmo 不会用这个字眼。普德表示他不确定是不是 Tengmo 本人在回复，他会不会这样回复，或者是因为真的有急事才这样回复，这个也许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他不确定，所以没有办法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到底是不是 Tengmo 在回复。被问到跟 Tengmo 聊天时会用的句子是等一下、等等、等一会儿是哪一种，普德表示他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答过这个字。他答过来的时候呢，就会直接答等一下。被问到以往被人攻击不敢出面帮忙，他说如果他要说任何东西还是证据什么的，他都会交给 DSI， 而且要说什么之前都需要衡量。如果以特定一种方向去说，可是证据不是真的话，他也会被告。有些事情他需要收着，因为也很难去解释。不管他说或者做任何事情，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案件。过去这3年，有一个人尝试告诉他，为什么你不帮你朋友？为什么你不出面？为什么你只帮你朋友这么一点而已？你们真的是很 close 的朋友吗？这个人很常打给布的，还发给他一些不能播出的照片给他。他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想帮忙，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出面帮忙？他一直说自己有很多证据，有非常有力的证据。现在都已经3年了，他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证据。普德也说他发过来的照片跟案件没有任何关系。普德也不懂他发给他是要做什么。普德只是想要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帮忙案件的，为什么需要发这种照片？普德表示他不想看到，也不想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被问到 Bert 这3年是怎么过的，还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普德表示 Bert 很喜欢弄 Tengmo 的照片。Bert 的家里有超多 Tengmo 的照片，他都会收着，他也很经常会去 Tengmo 喜欢去的地方，海边或者 camping 等等。普德非常清楚他的为人，有些人可能觉得为什么 Bert 这个人会这样的，他只能说谁都不是他，没人能真正理解他的。每次一讲到 Tengmo， Bert 眼睛就是会有眼泪。他感受到也非常确定 Bert 是真的爱 Tengmo， 也认为 Tengmo 没有选错人。Tengmo 工作的时候，他都会问他，你几点结束，我去接你，把 Tengmo 照顾得很好。如果外人没有跟他们接触的，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因为普德本身有在看到，所以他才能这样讲。另一方面 Hippo 说 Tengmo 本来有2家电话，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爸爸的。可是之后，因为 Anna 告诉 Tengmo， 你买一架新的手机拿来卖东西吧，屏幕都坏掉了，你要怎么卖东西？于是 Tengmo 就去买了新的一架手机，旧的那架还就给了 Bert， 所以他有3架手机。可是 Bert 那架手机在 Tengmo 去世后就弄不见了，到现在都依然找不到。而 Bert 也感到很遗憾，因为手机里面有很多他们的照片，差不多3到4万张左右。他也解释了他们各自负责的部分。Kartik 是 MD， 负责戏剧方面。Anna 和普德是负责买卖东西还有 review 的部分，而他自己是 Tengmo 的 AR。Tengmo 有活动或者拍摄什么的，他就会跟着去照顾 Tengmo。关于 Bert 说 Tengmo 22号还是23号拍戏的事情， Hippo 也证实了22号跟23号是有拍戏的。在26号的时候 ，Sam 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了他和 Kartik 的视频。影片中呢，他说：“我过来打个招呼，缓解一下我的思念，还在这里呢。” Caption 写着：“最近很多假新闻，我们哪里都没去。”另一张照片是他还有 Kartik 在车上的照片，写着：“今天成为车上的人，因为我接受了一个 review 的工作。”
2月24号这天呢，是 Dagmar 离世的3周年，他的朋友们举办了一场纪念会，他们也让 Bert 上台说了一些话。Bert 说没有 Dagmar 的日子，他没有一刻是开心的，但是他还是需要继续生活。任何人都不是他，没有人能明白他对 Dagmar 的爱有多深。他没有什么想说的，他只是想说，他一直都很想念他，他依然还是很爱他。另外 Gratic 也在 IG 上发布了一张耶稣的照片。